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仙逆中亡灵本尊的古神一族到底能恐怖到什么程度吗？为什么说人类修士穷极一生，苦修万年积攒下来的道行，在真正的古神面前，可能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抵不过？他们的境界又是怎么划分的呢？要搞清楚古神为什么这么强，我们必须先从他们的起源说起。这不是普通的种族，他们的血统直接跟宇宙法则挂钩。故事得追溯到宇宙初开，最早一位名叫古祖的先祖是和天道一起诞生的存在，本身就是宇宙法则的一部分。他用心头精血繁衍出了古之一族的三大分支：石骨、脊骨和道骨，这些才是仙罡大陆上的真正巨头。随便一个分支都能占据半壁江山，甚至还有半步踏天境的超级强者。而我们说的古神实际上是古祖的隔代种族，他们的直接起源是数十万年前一位道古族人叶墨。这位大佬因为重伤，在临死前散出了3000滴精血。注意，重点来了，这3000滴血其中最精纯的9滴心头血演化出了王族古神，比如后来的拓森、亡灵的本尊，剩下的才形成了普通的古神、古妖、古魔三族。古神的修炼方式跟人类修士完全不同，人类求道，感悟依旧，但古神需要的只有2个字：吞噬。他们的修炼体系是以1星到9星来划分，每一颗星辰的晋升都是以1颗或数颗星球的消亡为代价的。1星古神相当于人类修士的凝气期或元婴期，别的孩子在玩泥巴，古神幼崽在干嘛？他们在被扔进地心吞噬星球本源。他们从出生就有神力，肉身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一旦达到1经圆满，他们就能抗衡苦修1000年的元婴老怪，一掌下去低级宗门直接覆灭。3星古神相当于人类修士的应变期或问鼎期，要晋升就得吞噬一整个星球的本源。此时他们举手投足间可以移山填海，全力一击能毁灭一个大陆。古神真正的恐怖是从4星成年开始爆发的。4星古神相当于人类修士的阴虚阳实，古神骨髓完全长成，攻防速度迎来质变。朱雀星明面上最强之人，朱雀子面对刚刚成年的古神，连他的一根指头都抵不过。4星古神他们单用肉身就能泯灭万年修士，全力一掌能把星球劈成2半。然而古神的力量不是白来的，当他们到达5星时，必须面临恐怖的3损7劫试炼。他们需要把自己骨头磨成粉，将神魂撕裂成丝，然后再重新凝练。这是一种极度残酷的自虐式修炼，通过这种极限的重塑他们的肉身和神魂，才能迎来质变，一拳就能破碎虚空，动辄引发天地异动。6星古神相当于人类修士的碎裂期，肉身就有星球般大小，一步跨越星空，一拳连爆数颗恒星，睡觉时呼吸都能覆灭无数修真国。8星古神相当于人类修士的空灵期或空玄期，古神中的战力天花板，比如古神拓森就是这个境界。他们抬手一击能毁灭数个世界，每一滴血液都能让世界沸腾。王族的8星古神在界外能力敌第3部初期大能，在界内更是横扫大半个空界。9星古神相当于人类修士的空劫期，极度稀有是古神一族的传说，他们以力正道，本身就是战斗法则的化身，对抗9星古神就如同对抗天道本身。而亡灵最终达到的27星，就是将古神、古魔、古妖3族9星合一，真正成为了古之一族的血脉。他的力量之强，足以横扫整个洞府界，实力对标空劫后期圆满。古神体系是仙逆世界观中不可撼动的一座丰碑，他们用吞噬星辰的方式进行极致修炼，用3损7劫进行最原始最霸道的自我淬炼，用星球大小的肉身对人类修士形成降维打击。看着亡灵的古神分身在宇宙中横行，以星球为食，以纯粹的力量碾压一切，那种原始的不受束缚的暴力美学让人热血沸腾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古神本尊的原因。